说起能把奥特曼带飞的人间体，你会想起谁？那肯定毫无疑问，下川遥辉。泽塔在与遥辉遇见之前，虽然是奥特警备队的一员，但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半吊子。在与遥辉一心同体之后，逐渐成长为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、被赛罗认可的奥特战士。从这也足以可见，遥辉对于泽塔既是一位人间体，也是一位导师的存在。然而，遥辉也不过是一位平凡的普通人，他只是凭着满腔热血以及永不服输的精神，践行着曾经父亲尽全力守护好需要保护之人的教诲。在遥辉年幼之时，父亲是当地的一位消防员，他保护他人的理念也早已刻在遥辉小小的心灵之上。请记住这个场景，这为后续遥辉的成长埋下了伏笔。小遥辉等了半天，父亲才将棒球捡回，并夸赞着遥辉也长大了。后来怪兽基斯特龙袭击了城市，父亲让遥辉和母亲赶紧去避难，而自己还要去救助需要帮助之人。临走前，父亲告知遥辉一定要保护好妈妈。最终父亲再也没有回来，但遥辉一直谨遵父亲的教诲，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同时，通过自己的历练加入了地球防卫队军械库，因为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需要帮助之人。遥辉甚至能够不惜生命，只为了保护一只小狗。与此同时，遥辉也成为了特空机赛文加的驾驶员。虽然自己并非天才型的驾驶员，甚至各方面都存在着不足，但他时刻保持着热情，虚心向前辈杨子以及队长学习。一句欧斯几乎贯穿了遥辉的整个生涯，遥辉也成长为了队友眼中值得信赖的好伙伴。而怪兽塞内加古的突然到访，使遥辉与奥特战士泽塔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。塞内加古盗取了光之国的泽塔升华器和勋章，泽塔和赛罗一同追击着塞内加古来到了这个宇宙。此时的泽塔还是赛罗眼中的1/3半吊子，可没想到塞内加古向赛罗释放了一个布鲁顿，直接将赛罗吸入了4次元空间之中。在最后时刻，赛罗将泽塔升华器和3个奥特勋章交给了泽塔。就这样，泽塔追击着塞内加古来到了地球，遥辉驾驶着赛文加协助泽塔一同对抗塞内加古。可哪知塞内加古异常强悍，打得泽塔和赛文加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为了保护民众，泽塔和赛文加挡下了塞内加古释放的所有光线，这也导致遥辉直接失去了生命，而泽塔也危在旦夕。如今之计，只有2人合为一体才能继续战斗。面对泽塔的提议，遥辉想都没想便同意了。于是遥辉在泽塔的指導下，成功用泽塔升華器激活了勋章。よし、そして俺の名前を呼べ。名前なんだっけ？ウルトラマン Z。ウルトラマン Z。いえ、もっと気合い入れて言うんだよ。気合？そう。いいか、ウルトラ気合い入れていくぞ。ご唱和ください。我の名を、ウルトラマン Z。ウルトラマン Z。トリガー最後に押すな。そうそこ。これか。就这样，泽塔阿尔法装甲形态终于登场。虽然是第一次变身，但遥辉作为空手道的高手，一招一式都有板有眼。最终，泽塔与盖内加古在空中来了一波光线对波，虽然成功将盖内加古击败，但抢夺的勋章散落在了各地，遥辉也只找回了2枚勋章。面对杨子的询问，遥辉也暂时隐瞒了和泽塔合体的事情。随着盖内加古的来袭，长眠在地底的怪兽也陆续开始苏醒，属于遥辉和泽塔的历练也才刚刚开始。在与泽塔的相互配合下，怪兽也相继被打倒。这是遥辉一直践行的守护理念，同时也通过找回的奥特勋章，相继解锁了泽塔的贝塔冲击形态以及伽马未来形态。虽然奥特曼的力量极其强大，但遥辉也并不依赖他。在泽塔升华器被加古拉抢走之后，遥辉依靠自己的力量将危在旦夕的杨子救了出来。但是也正因为自己所坚持的守护理念，却让自己陷入了迷茫之中。在与玉米棒子雷德王的战斗中，虽然战胜了一只雷德王，但发现还有另外一头雷德王一直守护着一个洞口。原来洞中有着一颗怪兽蛋，因为人类采食作业炸开了雷德王的巢穴，以至于2只雷德王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开始袭击人类。知道了雷德王的意图后，遥辉想起了小时候父亲为了保护自己，也为了保护其他人离去的身影，这让遥辉陷入了沉思与迷茫。这也导致泽塔直接亮起了红灯。就在这时，雷德王直扑泽塔而来，杨子见状立刻发射佩丹尼姆粒子炮，遥辉见状直接和泽塔开启护盾，挡在了雷德王身前。在一阵爆炸过后，雷德王似乎也读懂了泽塔的意图，回到巢穴继续保护自己的孩子。虽然最终保护了雷德王，但也成为了遥辉的一个心结，自己所践行的守护理念似乎产生了悖论。作为奥特曼，他的使命是消灭怪兽，保护人类，
但如果怪兽本身也是值得同情的生命呢？这让姚辉在保护人类与尊重其他生命之间无法找到平衡。在之后面对怪兽格尔吉欧雷电的战斗中，泽塔刚要发射泽斯蒂姆光线解决对方之际，姚辉突然看到怪兽流下了眼泪，这不禁让姚辉回想起此前雷德王的场景。迷茫和深思再次占据了姚辉的大脑，泽塔也因此能量骤降，硬生生吃了格尔吉欧雷电的一发光线，格尔吉欧雷电也因此逃跑。原来怪兽格尔吉欧雷电本身就是一支被无情改造过的生物兵器，在冬眠状态下坠落到了地球。军械库的机甲就是研究了格尔吉欧雷电才开发出来的，也正因为它是生物兵器，对于人类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存在。但在姚辉看来，它十分值得被同情，并且能够感受到它十分的痛苦。就这样，姚辉带着这一丝悲悯再次踏上了战场。毫不意外，在变身泽塔与格尔吉欧雷电的战斗中，姚辉看到其掉落的眼泪，心中的迷茫与信念的动摇再次将姚辉占据，泽塔的能量也再次告急，在吃到一发光线之后，已经倒在地上无法起身。面对格尔吉欧雷电蓄力光线的关键时刻，杨子驾驶着金古桥宛若战神附体，利用金古桥的机体分离，巧妙地躲过了格尔吉欧雷电的强力一击，并直接来到了怪兽的跟前，对准其能量核心，一发佩丹尼姆粒子炮直接将格尔吉欧雷电彻底解决，危机算是解除了。但姚辉心中压抑的情感却始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，而这一问题竟在4次元怪兽布鲁顿这画上了最完美的句号。在军械库全体成员的庆功宴上，全剧的 BOSS 赛雷部落再次搞事，他向军械库投掷了一只4次元怪兽布鲁顿，受其影响，以至于军械库的全体成员全都漂浮了起来。不仅如此，在他的影响下，人们还能将脑海中联想到的场景被映射出来。因此，在姚辉和杨子前往驾驶特空机之时，因为姚辉非常喜欢吃金枪鱼，于是无限次套娃般回到了吃金枪鱼的时间点。幸好杰花利用计算机分析出了缘由，只要内心够坚定，就能脱离布鲁顿的影响。于是，姚辉带着驾驶特空机这个念想再次出发。可没想到，姚辉竟来到了一个平台之上。在他纳闷之际，只见台阶之上一颗棒球顺势掉落了下来。这股熟悉的场景，就是此前小姚辉将棒球扔下山坡的场景。果然，姚辉的父亲跑了下来，望着父亲的身影，姚辉下意识喊了一声爸爸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念想被映射了出来，让他穿越时空来到了这个地方。在将棒球还给父亲后，姚辉问出了困扰他许久的问题。この町の消防士の方、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。もし、誰かを守ろうとしたときに、その行動が同時に別の誰かを傷つけてしまったり、守れないって分かったら、どうしますか？父亲在想了一会儿后，也给出了打开姚辉心结的答案。守りたい人を全員守れるわけじゃない。助けるために手を伸ばそうにも、手の長さには限界がありますね。だから、手が届く範囲で、自分の信じる正義を、守ると決めた人を全力で守る。这就好像父亲帮他种下了守护他人的种子，也最终由父亲帮他解开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そのせいで傷つけてしまったり、守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人のことは、僕は絶対に忘れません。此时山坡后，小姚辉催促着父亲，但面对许久未见的父亲，姚辉提议和父亲握手。就在两只手紧握的时刻，父亲也感受到了对方就是长大后的姚辉。这也就有了此前父亲在捡回棒球后，他和小姚辉的击掌，春樹も大きくなった。以及在面对怪兽袭击前去援助其他人之时，告诉小姚辉。这一段时空对话也让《泽塔奥特曼》这部剧成为了第2部奥特曼获得星云赏的原因之一。此时的姚辉已经解开了自己的困惑，在与泽塔心意相通后，带着坚定的信念开始战斗，最终也有惊无险地战胜了4次元怪兽布鲁顿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正因为将布鲁顿消灭，导致次元发生扭曲，宇宙产生了一个洞穴，虚空怪兽格利扎出现了。深知对方的强大实力，身在其他宇宙的小鹿也前来援助，与姚辉共同变身一起对抗格利扎。此时加古拉也变身武帝王协助两奥，但普通的物理攻击并不能战胜格利扎。于是杰德将自己的勋章交给姚辉后，自己冲入了宇宙之穴，想将其缝上。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经过杰花的分析，杰德目前只是暂时封住了格利扎的行动，想要彻底将其解决，就必须找到缝上宇宙之穴的针。可想要不被其吞噬，不仅要借助赛罗杰德的力量，还要借助贝利亚的力量。但泽塔认为这世上根本不存在贝利亚的勋章，但没想到此前赛雷部落早已利用小鹿的贝利亚基因，成功制作了一枚贝利亚勋章。加古拉也早已洞悉了这一点，于是加古拉便带着姚辉前去抢了赛雷部落的贝利亚勋章。就这样，在使用赛罗杰德贝利亚的勋章之后，泽塔的尔塔天爪形态首次登场，
一击就将杰德从宇宙之穴之中解救了出来。随后在杰德的指导下，泽塔成功从宇宙之穴中取出了宇宙之针，而这针竟然是以小鹿体内的贝利亚基因而诞生的贝利亚黄昏。可哪知贝利亚黄昏有自己的思想，并不是轻易被拿捏的主。泽塔想将贝利亚黄昏硬拔起来，却纹丝不动。但姚辉并不像一根筋的泽塔，表现出了人情世故。俺、夏川春吉だ。今後と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もう一度俺様を手にしてお前は何をする？显然贝利亚很吃姚辉这一套。在回答完贝利亚的问题后，姚辉和泽塔使用贝利亚黄昏，终于将格利扎彻底消灭。至此，拥有了贝利亚黄昏的姚辉和泽塔，实力和心智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但属于地球真正的危机正悄然降临。人类利用怪兽巴拉巴触角的异次元能量，制造出了异次元武器第4，拥有着能够破坏次元空间的力量，甚至还想将其搭载在特空基金古桥之上。虽然姚辉和队友们极力反对，但高层的决定让他们无可奈何。而且赛雷部落也看准了这一点，并且附身在了利山长官身上，不仅将军械库就地解散，并一手推动了人造机甲赛罗的诞生，甚至将异次元武器第4搭载在了上面，也选定了杨子作为其驾驶员。正因为人类拥有了此等超乎想象的武器，地球上的怪兽感受到了它的危险，纷纷苏醒，想要将它与人造机甲赛罗一起破坏掉。而姚辉也只能变身泽塔对战怪兽，但他并没有将怪兽消灭掉，而是将他们安抚之后，让他们自行离去。而另一边的杨子在利山长官的命令下，只能发射第4射线，强大的破坏力将3头怪兽直接消灭。但赛雷部落的阴谋不止于此，他从利山长官身上脱离后，附身到了杨子身上，直接驾驶着机甲赛罗逃离了军械库，而他的目标就是吸收休眠中的怪兽能量，进化成为最终的 BOSS。姚辉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十分担心杨子的安危，甚至在夜虎先生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虽然在紧急关头救下了雷德王的蛋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机甲赛罗在吸取了足够的能量后，进化为了歼灭机甲兽德斯特鲁多斯。其强大的实力，即使姚辉和泽塔用尽全力，也无法伤其分毫。甚至在与其对波中，受到第4射线的强力一击，导致姚辉与泽塔的身体来到了极限，已经无法承受住再次变身。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队长是尖角星人的身份也呈现在了众人眼前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军械库的全体成员也准备做最后的一搏。为了救出杨子，加古拉、姚辉、夜虎分别驾驶3台特空机迎战特斯特鲁多斯。在杰花的分析下，终于找到了杨子的具体位置。最终在配合之下，姚辉驾驶着金古桥将德斯特鲁多斯带向空中，准确摧毁了对方的驾驶室。在与杨子心灵的对话中，姚辉终于在掰手腕中赢下了杨子，这也使得杨子摆脱了赛雷部落的控制。而姚辉一鼓作气将杨子救出，眼看着杨子急速坠落，姚辉二话不说从金古桥中分离，向杨子的方位俯冲而去，并且不顾自身的安危，准备和泽塔进行最后的战斗。もう一度一緒に戦おう！俺の体はどうなっても構わない！みんな守りたいんだ！在杨子将最后一枚贝利亚勋章插入卡槽之后，ご唱和ください！我の名をウルトラマン Z！ ウルトラマン Z！ 随着众人的齐声呐喊，泽塔德尔塔天爪形态再次登场，最终的对决终于展开。然而，面对德斯特鲁多斯的第4射线，姚辉和泽塔依然毫无办法。就连贝利亚黄昏也只能挡下第一波的攻势，泽塔更是直接被打回了原始形态。此时的姚辉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，几乎无法动弹。眼看德斯特鲁多斯即将再次发射第4射线，在场的全体军械库成员全都为姚辉、泽塔鼓励呐喊。而这些呐喊之声全都转化为了光芒，注入了姚辉体内。姚辉直接化身成为了闪耀姚辉，强大的能量从体内迸发而出。まだまだいけますね、Zさん！もちろんでございますよ，兄貴！只见泽塔与德斯特鲁多斯展开了肉搏大战，即使再次被光线命中，但泽塔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始终屹立不倒。在与姚辉的相互鼓励之下，面对德斯特鲁多斯的第4射线，泽塔也发射泽斯蒂姆光线迎击而去。两股光线在交汇之后形成了僵持之势，但此时的姚辉、泽塔再次超越了极限。只见光线直接形成了一个 Z 字形，强大的能量直接向德斯特鲁多斯灌输而去，终于将德斯特鲁多斯彻底击败。这艰难的胜利属于姚辉和泽塔，也属于军械库的全体成员。最终，赛雷部落也被加古拉控制住，这个地球终于恢复了和平。不过，属于姚辉的使命并未结束，他决定和泽塔一起去拯救宇宙中那些陷入危难中的生命。在与杨子告别之后，姚辉和泽塔飞向了天际。在之后的旅程中，
赛雷部落再次逃脱了控制，穿越时空来到了特利迦的世界，而姚辉和泽塔也一同追击而来。虽然姚辉因大意被赛雷部落附身，但通过自己坚强的意志，将赛雷部落驱逐出了体内，也帮助特利迦战胜了邪恶特利迦，最终再次将赛雷部落擒获。纵观姚辉的一路历程，他并不是天生的英雄，但他一直践行着自己的守护理念，而这也帮助泽塔从一个热血愣头青成长为了真正的奥特战士。同时，姚辉也真正理解了守护的真谛，两人的互相成长，才使《泽塔奥特曼》这部剧成为了新生代的标杆之作。